你注意看脚下，看哇，这都是小松，这是2年的，这这得5、6年、7、8年，5、6年长得就没啥变化呀。，1年长1公分。天哪，妈耶！哎呀，砍的时候很快，要是补起来还是很慢。是啊，往往有的时候越看似强大的，它可能越脆弱。树有的时候会给你感觉它是有着无限力量的。从热带、亚热带到寒温带，一棵树如何支撑起一个世界？人和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我们如何认识一棵树，又应该如何与树相处？本节目由耕耘美丽中国、共创幸福生活的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。我曾经呢自驾来过大小兴安岭，当时感觉就不是很好。小兴安岭历经50多年的采伐，没有白山黑水，也没有苍天大树，就不得不说，我们的原始森林，当时在我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了。那么这次来，我就想看一看森林恢复的面貌。嘿嘿。叶老您好，哎，欢迎水哥来到咱们红松的故乡。那咱们现在走看看咱们的红松林。好好。这小车开起来还有点冷，我戴着帽。戴着帽。叶老师，我看这好像路边的红松也不多哈，这些小细的感觉都像杉树。哎，那远处那是不是？近处这些都是冷杉。你要像看红松吧，看远处那个。下边整枝很高，都是光的树干，因为下边没有光照了。上边树冠很大，平头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就是红松。哦。至少2500万年前就已经有红松了。全世界呢，红松有50万平方公里，咱们中国呢占60%。以小兴安岭最多，小兴安岭的80%是宜村，所以说我们宜村素有红松故乡之说嘛。这块儿到咱们的原始森林了看，这红松更新用的，这就是红松小苗。对，头一节骨是今年长的，这一股是去年长的，这股是前年长的。你看这些得有10几年。天哪，这么冷啊，长得又慢。对，在这个原始林里，80到120年才开始结实。哇，这个很粗啊！这就是传说中的树王。这是也得有几百年吧？对呀。来，咱们看看这有多粗。能对上吗？正好2个人。我的臂展是1.92米到1.96米啊，差不多。1.9米加1.7米，中长咱算3.6米呗。哎，这怎么是韩语啊？口人派是朝鲜松的意思。其实咱们那个红松的学名就叫朝鲜松。中间这个英语后面就叫树王啊，拼音了，这应该。对啊，这有点不太正规了。挺好的。
这个红松呢，我一直以为它生长的速度呢相对会快一些，来了以后我才发现，原来松树要想长到天空，然后能够有一定的这个顶端优势的时候，它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。经常我们说一句话叫“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”，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里可能100年才能树木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这是他们打松塔的时候弄断的吧？对。松塔就在这部位长，它掰的时候它就掉了。松塔产松子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，一棵树能结5、6斤子，保守算能达到16000元，它盛果期能结到300年，也可以为我们现在的群众提供一个主要的经济来源。走，上山。走，列队。我是在这个小乡里土生土长的，今年已经44岁了。自从我18岁那年呢，就开始上树打松子儿，身边的人呢都干这种活，也没有别的工种。建国啊，上树呢。不少，注意安全，慢点啊。啊，那时候我看见了。走，奔那个树去吧。有，行，就这棵树吧。上去看看去吧。真是勒挺，他把那个垫一块东西。这么舒服啊。绑好了，系结实的啊。绑好。知道，放心吧。你得把安全带带上啊。行。安全第一。注意安全。哎。啊，就它。一棵树连上带下，再打松果，也就是15分钟至20分钟左右。这东西没什么太大的技术，关键啥呢？每一步扎扎实实的，必须得踩稳了，你再迈第2步，手必须得是抓牢树。总之一句话，安全第一了，就是。慢点啊。没事儿。当时头一次上山嘛，30米高空都不敢往下瞅，那种感觉。哎呀，下车以后腿都是软的，身上都秃噜，满身都是汗。高空作业危险活都是，就是说这话是前3天吧，一个打塔工人就从30米高空坠落了，当场死亡。反正什么事都自己注意就是。比如说上次刮大风吧，我媳妇就不让我上去，说意思是刮大风当休息了。我一看刮点风也没下雨，既然是来到山上了，找棵树上去吧。我就感觉这个树就劈开了，风一刮它就来回分合的。有一次我在下边打塔了呢，我就瞅着它能有剩个5、6米高啊，它啪的就折下来了，差点砸我身上。回头我想去，我就给它脑瓜子周起来了。我说咋样啊？他说没事儿，那是最危险的一次。现在想想，我跟你说，这种活啊，身上又没千斤担呢，谁拿生命换明天呢？真是害怕。为了生活，你在这个林区，你不打松子儿，你干啥呀？就靠这个山。站得高望得远呐。你靠着大杆给你展示一下子啊。伸手杆1.2米长，完了分了13节骨，每节骨开起来举起来能有15米长。上这一棵树甚至能打2根是3根树，一棵树就能画1圈的树。现在上树吧，害怕感就逐渐消失了，而且感觉有种愉悦感，因为上树人就为了摘这个松果，只要看着果子一多，什么都不想。
好不容易够下来的，不得既找干净了。就这么2个，40多个。哎呀，今天是没打着啊。咋个钱你们1点半吧，山上还有半条，也不少。今天改善伙食。媳妇，你吃肉去呗。你俩从我之前都不吃这东西啊。从小在这临沂长大的，我爸是属于林区的老工人，咱们林区冷，那时候戴大狗皮帽子，上山伐木的打枝，什么都干。那时候吧需要啥呢？我家养2匹马，我有柚子负责往下拉，我在上面给它砍枝丫、掉毛，整成爬道，往下落到农场，就是1米给我们多少钱？那个年代一天挣200-300块钱，300-400块钱就感觉老多了，就998那年。然后再就没有这活了，就风山雨林。这以后风山雨林就干不了了，那活儿影响老大了。由于这么多年红松因为它的材质好，被伐了，没剩多些了。原来咱们伊村的原始红松林有108万公顷，那么伐到最后，天然林只剩4万公顷啊，差那么多，这几乎没了。而且这4万公顷呢，分布在咱们2个保护区，凉水自然保护区，另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武营，自然保护区。所以说，咱们能看到现在的红松原始森林是很珍贵的。那这砍了人太可惜了，这要想恢复，我感觉这一代人都见不到了，只能是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对。大家都知道，东北是个宝地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就过多的被开发和就获取的太多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无用之木方为神木啊。它从而它有用啊，它有粗壮的树干，它有直溜，它可以成材，它的价值被人发现了，那它可能就离死不远。这伐木，人工伐木看到没有？进步了，过去是王八子，现在是有据了。看了以后吧，树要倒了就喊了，下山倒了，营上倒了，叫人周围人赶快跑。我也采伐过，我也当过技术员，管他们采伐。但是国家建设没有钢铁，要修铁路，要整木，修电路电线通过去要电线杆。现在屋里钢材的了，钢管的了，那时候什么也没有，全靠木材，全靠森林，从哪来？我全靠大小兴安岭啊！这就是过去的老伐区。那这就是早期放的树垛子，都烂没了。你看这个就很明显，它是落叶松，扒开树皮能看出它腐朽程度非常严重。它正常也是14-15年前它就烂没了。它伐的吧是咋的呢？先搁这边开下茬，完之后回手之后，它抽出了一个片儿，这个厚度就这么厚度，它这面是这么厚，但到这面是薄的。拉完之后，这个片儿抽走了，树这面就是空了，它就开始拉这面，一拉这功夫，树就往这边倒，自然就倒到里边去了。我当时是负责用绳捞木头，14块钱1米，绳子就是这么。定了木头顶之后，这个手抓着这么背，插着腰这么一使劲，木头就走了，完跟着就捞上去了。这是小火车运材，一抽皮，娃娃印红松啊，那又大又直的红松，年轮很密，300多年、400年的红松。我这家伙一抽一直因为火水皮有多少啊？先捞1颗、2颗，完再捞3颗、4颗，天不亮就走了，天黑了回来。人要多那可能别说这一面山一冬天就干没它。
当时人们是讲说材质不精，用之不绝。我说不对，300年长这么粗，采完了以后还能回不去了吗？后来我就给省的领导写一封信，我说咱们红树这么干不行啊。当时1年我们砍回来的森林数据是1000万呐，8几年就没林可采了，采光了。当时砍树那边感觉很自然，也不感觉到心疼。但是现在后期一瞅，林子空了这块才知道，那知道也砍完了，也感觉你要说没有愧疚那是假的，确实也感觉有点愧疚。那时候就是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就是我们坚信的人定胜天，不可能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永远都做正确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是可以去校正的。你想，这么古老的一个红松，在我们这一代快要断念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如何把它尽快的恢复起来，真是一个紧迫的事儿。10.4米，我们要测这个人工林胸径和树高。其实红松研究在我们林科院很有历史的，从老一辈那些老先生开始，他们就在开始做。然后那个时候造林呢，就是在无林地的全光下造红松，那时候的密度也比较大。23.4，树几树都长不大，它是很不合理的。其实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研究更有效的方式，比如说这种近自然的方式啊，模仿自然，遵循森林的演替规律。水哥，这是我同事李主任。李主任好。哎，您好。哟，这个山坡还挺陡的，挺陡的，小心小心。像这上面，你们经常往上爬吗？我们经常来换电池，换卡，然后重新添松卡，那么我调查这份林子，就是想呢，观察一下子红松种子的传播者松鼠。哦，你注意看脚下，看，这都是小松，这都是松鼠播种的，这都是小松鼠自己忘了的，对吧？那要再过100年，这地方就是天然林了，感觉了。可以啊，红松的球果是很大的，如果它自然成熟脱落到地面之后，它不可能种到土里。松鼠有一种习性，就是说它得到红松松子以后，它会在四周找地方埋藏起来。红松的天然更新就是依靠动物的天然播种。就看这个松鼠搬运松塔的距离，然后为我们这个种子林的距离做一些依据。哎，这不是您放那个绳儿吗？这我们观测点。我们做一下标记吧。喷漆是吧？罐漆。喷漆。这喷漆不影响那个味道。没问题，松鼠为了吃这个还怕这点味儿吗？这样就能知道是我们放的。放在这里啊，等到松鼠来取食。够了吧？是回我课吧。然后咱们把机位把在这块放一个。离这么近呢？这块是可以清楚的拍到这个它的动作细节。我们可以再放一个再远一点的，可以照到它从哪儿来，它要到哪儿去，能拍出整个一个路线。对。哦，这是显示器，这是上次录制的。嘿嘿，小松鼠。走了。哎，爬上去了。哎，松鼠还真可爱。
这种姿势就是吃。还有一种姿势，你看这个它不是在吃，它在往嘴里含。藏呢？它是一次含6、7个、10来个，然后出去埋藏。你看还在埋啊，还往里埋呢。小手扑一顿扑棱。对，它要恢復原样，怕别人找到。之后它又上树了，又去叼去了。但是再叼回来就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埋起来，它不在一个地方埋。对，人家这松鼠都知道，鸡蛋不能放一个筐里。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，比方说普通吃蓝大胆儿。哎，这个鸟也喜欢吃松胆啊。哎，特别喜欢吃，它是一趟一趟的，非常忙碌。包括花鼠，它俩都是埋藏，但是它是集中埋藏，而且是在地下，所以起不到播种的作用。就是松鼠，它是分散埋藏，而且不在地下，它是能起到播种的作用。就偶尔的遗忘，就有可能再出现一片绿色。对呀。放到录视频的档就可以了。啊，对，到这块儿就给你录下来，给你留个纪念。好，开机。这个自然界是很奇妙的。你说我一个搞林学的，搞种树的，最后开始研究松鼠。红松这个生态系统恢复，它不是说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。要想恢复起这个生态系统，正常得需要200年。而且现在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了，因为砍伐量少了，然后咱们这边的经济就差了，经济差了，老百姓没有生活来源，他必然要走嘛。老百姓要吃饭，对吧？人要生活，我不能所有地方种的东西都是我这100年我说我不挣钱的东西啊，所以就是怎么合理的用地。所以说一直在做嘛，搞林下经济嘛。从这几年咱们黑龙江省开始重视红松坚果林这个研究嘛。用到结实年龄的母树的枝条嫁接到红松的小苗上，种上之后7到10年就开始有结果的了。到这儿就是今年长的15厘米啊，可以缩短它的收益期嘛。那咱们这些红松苗都是嫁接的还是实生的呀？嫁接的，张景松砧木，红松的结穗。啊。哎，我们出发了。我们如何把这个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？哎，我们就得种这个经济林。最后啊，我们老百姓要的是红松果实，红松归国家所有，这样就可以延续循环了嘛。好，我递给您，可早了啊。好嘞。呀，那您要是这个株间距、行间距的话，是不是后面还要再输一次啊？这个红松的够了，4×5的。咱往哪边种啊？这一套没种呢。差不多在这儿。这位置您怎么知道的？估的呀，眼睛是把尺，那不是4×5吗？嗯。哎，这块有人生活过。你还考古呢？有塑料瓶子什么的，你看这个，这属于里头有草炭，这根啊什么的，对，叶子呀。您这土好啊，这土全是肥啊，北大荒吗？对呀，这全种在肥上了。有机质含量比较大，对，因为这边天气寒冷，对，积累下来。你们也不用施肥，对吧？完全不用。这里头自带肥的。不用施肥。哎呀，老天爷帮着养。我给你定个位。行。完了，标上是嘴哥的红松。保持，好。嘿嘿。这将来就是有故事的红松的。林下经济
不仅能够解决人的这个吃饱穿暖的问题，对于土地来讲，比如说土壤的流失啊、雨水的涵养啊，都是有好的地方。它是一个欲举多得的。那林下经济就是对于老百姓最重要的是，我卖给谁，我怎么能把这个产供销一体化的这个问题解决。来，进来的宝宝给我们点点关注，亮个粉丝团灯牌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家新打下来的松子儿，小薄皮儿大满人儿，哎呦，扒开一个都是白白胖胖的小果仁儿。是的，吃起来。我是属于正宗的03代嘛，因为我爷爷奶奶呀、姥姥姥爷呀，他们都是50几年咱们金山屯林业局最早建局的时候来的那些人。我是出生在林场的。在我小的时候，伊春最热闹的可能不是市里边，而是在各个林业局。林场是一栋房一栋房的，整个的邻里关系都是特别好的。到我这一辈儿呢，属于那时候封山育林了，可能林业这部分发展就弱了下来。那时候我们家就出去了。到家啦！你看上面是1981年建的，小的时候我舅妈呀还在那个这边的舞台上唱过歌呢。以前林场吧，虽然人少，但是活动特别多。我家离山很近很近的，我们那小的时候还玩过纸壳子，拿着纸壳子坐屁股底下，从山上那小道上往下放，特别有意思。我家以前在它的左边，哎，这边这个，那什么都看不到了，承载你快乐童年的地方，然后回来以后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个刚一回来看到的时候，那个心啊，就像忽然间沉甸甸的那种，很空了。他哪怕有个房子杵在那儿，他也是好的，但是他连个房子都没有了，所以就会心里很不好受嘛。就你想要，就是想要回忆那些，它已经都不存在了，房也没了，人也都不在那儿了。后来我在想，哎，我从这儿走的时候，我所有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都是在这儿，那我为什么我不回来自己做一个这样的厂子呢？打下来的松塔呢，我们就收过来，经过脱壳加工，生产出成品松子儿，促进了我们林区人增收，这也是林下经济的一部分。你好，牛总。你好啊！来看看你这儿。欢迎欢迎欢迎！来，主要目的看看大户管理。啊。像我们做森林食品加工的，就是每年的收购期就特别短嘛，只有10几天这样子。这几年呢，我们也一直在大力的发展电商，然后通过网络售卖呢，也加大了咱们森林食品这个销售量。还要感谢咱们农行给予的这个普惠3农贷款，给我们一个资金周转期留出了一个很宝贵的这个窗口。这边是我们分选和烘烤的车间，这一部分主要是做一个筛选。其实从我们农行角度啊，就是常年接触本地企业，绝大部分呢都是小微企业，尤其像你格源森林食品，正处于生长上升期的企业。从我们农行角度呢，当然希望你们企业越来越好，希望地方经济越来越好。当企业需要资金的时候呢，农行倾在资金，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。是啊，
春它是一个因林而生、因林而旺，又因林而转型的这么一个城市。以前的林业职工，他们现在成了木耳种植农户，包括这样包山打松塔的，他们成了这样的人，现在也是找了一条自己的致富路吧。有人说我们叫松之子，这句话对于我们来说一点也不见外，都靠红松没有挣钱，剩下东西都给那个花鼠子了、鸟类吃点去了。你给留的哈。我被有动物饿死了。在山里看着红松小苗就非常欣慰，这有红松在长。我们这一代要再把它恢复起来，最起码要把这个种源能星星之火咱们给它布上。人类离不开森林，如果森林没有了，很多物种也没了，很多动物也没有栖息地了，也没有水源了。所以说人趁自己，他怎么活呢？不是？来了红松故乡以后，就真的是感觉路漫漫其修远，在这里面所有的事情，都得以年为单位，甚至以10年为单位，甚至以100年为单位。所以就更加让我感觉到很多东西你要珍惜。禁伐也好，封山育林也好，这都是亡羊补牢。我们即便在不停地在播撒希望，但是可能也未必能够赶上它衰退的速度。但是如果说是我们更多的科学性的、有意识的去保护的话，我也相信大自然的力量。还挺有意思的啊，有意思是有意思，有时候也挺恐怖。咋恐怖？你看这个环境啊，那一边一片一片都是坟墓。然后松鼠和不管它是可哪都搬呢。像我们李主任有一回找到一个坟墓跟前，忽然听到淡淡的听念佛的声音。这种环境在坟地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恐不恐怖？这个我见过。你见过？我见过那个，总有这个车里也有这玩意儿东西。但是你在这个环境、这个昏暗的条件下，你就一个小女孩子在这听到这个声音，她关键是我没防备，她不知道，没有准备，揣兜里。我嗷着她的抱一棵大树上。